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Learn Chinese on the Go。今天我们来聊一聊，别再像初学者一样说话了。哎，你说那个新的咖啡店名字是不是特别绕口？是不是在国贸那边？我上次也差点没记住。对，就是那家。我点单的时候，服务员一脸懵。哈哈，你说是不是故意的？可能吧。不过我发现我说话也经常这样，特别像。像什么？像初学者一样？对，就是那种表达不清楚的感觉。我懂。你知道吗？我上次跟客户开会，怎么了？我想说尽快，结果说成了尽量。不会吧？那客户一脸疑惑，然后我就赶紧解释。尴尬死了。我也有过类似的经历。快说说。上次面试，我想说我对这个职位很感兴趣，然后呢？结果我说成了我对这个职位很感冒。感冒？面试官直接笑了出来，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。真的假的？真的，当时我脑子一片空白。我觉得是不是我们太紧张了？应该是吧，越想说好越容易出错。就像背课文一样，一紧张就忘词。对，而且有时候还会用一些很奇怪的表达。比如呢？比如，我之前经常说我也是醉了，现在不说了吗？现在觉得有点过时了。对，有些流行语，过一段时间就不好意思用了。感觉自己像个老人家一样。哈哈，不会吧？你还很年轻呢。但是说话方式得改了。要不我们互相监督？好啊，你说下次我说错话，你怎么提醒我？我就轻轻咳嗽一声。咳嗽，这个好，比较隐蔽。那你呢？怎么提醒我？我就说注意，前方高能。好吧，这个够直接。那我们开始吧。行，看看谁先出错。我觉得今天天气真不错。就是适合咳嗽一声。啊。我知道了，我应该说今天天气很好。对，就这样。我也来一句，这个咖啡的味道。提高声音，注意，前方高能。咖啡的味道很香醇。哈哈，我们加油吧。加油！说到这个，我想起来有一次我去买菜。买菜？想买点豆芽。然后呢？我直接问这是什么？没毛病啊。卖菜的阿姨愣了一下，为什么？她说这是豆芽。哈哈，你说的有问题吗？我应该说这个豆芽多少钱？哎呀，学到了。对啊，直接问价钱更好。我也是，以前问路，怎么问的？我会说请问，你知道吗？你知道什么？就是问路。你应该直接说请问某某路怎么走？对，这样更清楚。还有点菜的时候，有时候服务员问要什么，我一般就直接说菜名。我以前会说我想要这个和那个，听起来没问题吧？其实直接说这个和那个更自然。明白了，少说废话。对，精简一点。不过有时候不知道怎么表达。怎么说呢？
比如，你想说那个人很抠门，你会怎么说？我会说他不舍得花钱。可以，但是不够地道。那应该怎么说？可以说他很小气。哇，学到了新词。今天收获满满。是啊，继续加油。下次聊聊怎么和陌生人说话。好啊，感觉会很有趣。好啊，感觉会很有趣。比如说，在电梯里遇到邻居。打招呼。对，可是每次我都只会说你好。可以更自然一点。怎么说呢？最近好吗？会不会太老套？稍微有点，你可以试试去哪儿啊？哇，这个更生活化。对吧？或者说出门啊，都很随意。学到了。不过，如果我听不懂对方说什么怎么办？哈哈，这个我也经常遇到。是吧？假装听懂。千万别。那怎么办？直接说没听清。诚实一点最好。不好意思，你刚才说什么？有道理。之前有一次我听错了。怎么了？别人问我你吃了吗？我听成了你迟到了吗？哈哈哈哈。那你说什么了？我赶紧道歉，说对不起，我晚了。结果呢？对方一脸懵。太尴尬了吧？超级尴尬。所以听不清一定要问清楚。真的，不然容易闹笑话。还有啊，跟不太熟的人聊天，对，不知道聊什么。避免问太私人的问题。比如，工资啊、年龄啊，这些都比较敏感。要小心。可以聊聊天气啊，最近看了什么电影之类的。轻松一点的话题。对，或者聊聊吃的。哈哈哈，吃货的世界。谁不喜欢美食呢？下次试试。肯定没问题。那如果我想夸奖别人，又不想太俗气，怎么办？这个啊，要看情况。怎么说？比如夸奖衣服，可以说这件衣服很衬你。哇，比好看高级多了。是吧？要具体一点。受教了。我们一起进步。夸人是门艺术啊。确实，有时候词穷。我有一次想夸一个老爷爷，怎么夸的？我说您真精神。哈哈哈，是很直接。老爷爷愣了一下，然后呢？他说：“小伙子，你也好。”这也太可爱了吧！我当时就觉得好像不太对。换个说法会更好。应该夸他气色好。对，或者说身体硬朗。感觉更贴切，也更尊重。说话真的是大学问。有时候我也会说错话。谁不会呢？比如遇到不熟的人，然后呢？我会问你最近忙什么呢？感觉没问题啊。可是如果对方失业了呢？啊，那确实有点尴尬。所以现在我会说最近怎么样？更 general，更安全。对，避免踩雷。我也有过类似的经历。什么经历？参加婚礼的时候，怎么了？我对新娘说：“你今天真漂亮。”这很正常啊。问题是，新娘怀孕了。不会吧？感觉我只夸了她的外貌。
应该说你今天容光焕发。对，或者看起来很幸福。这样就更全面了。所以说话真的要动脑子。是的，要用心观察。要不然就会变成尬聊。哈哈，避免尬聊，人人有责。没错。说到这个，我想起上次去面试。面试怎么样？我说我对贵公司仰慕已久。这没毛病啊。可是我面试的是一家新公司。哈哈，那确实有点尴尬。他们老板的表情一言难尽。那你当时应该怎么说呢？我应该说我非常看好贵公司的发展潜力。对，显得更有远见。就是要根据场合说话。我也有过类似的经历。说说看。有一次，我参加一个朋友的画展，然后呢？我对着一幅抽象画说：“这画真有意思。”哈哈哈。其实我完全看不懂。你应该说这幅画的色彩运用很独特。显得自己很懂艺术是吧？至少不会显得太外行。真的，说话的艺术太重要了。有时候沉默是金。尤其是在不了解情况的时候。对，乱说话不如不说。我想起我奶奶常说。说什么？饭可以乱吃，话不能乱讲。很有道理啊。还有啊，夸奖人也要注意。怎么说？比如说，不要只夸小孩子可爱。那要夸什么？可以夸他很聪明，很有礼貌。对，这样更具体。而且避免用太绝对的词语。比如你总是，你从来不。听起来就很不舒服。是的，要留有余地。说话真的要三思而后行。就是避免一句话把天聊死。哈哈，最高境界。我们要努力。加油。说到说话，我想到一个尴尬的事。什么事？快说来听听。有一次，我遇到一个老同学。然后呢？我竟然问人家你还单身呢？哇，直接踩雷啊！可不是。说完我就后悔了。这也太……是不是显得我情商很低？有点啦，下次注意就好。真的要注意，特别是第一次见面的人。对，我也经常遇到这种状况。你也有过？之前有个阿姨一直问我工资。天啊，这也太直接了吧！我都不知道怎么回答。直接说秘密吧，哈哈。我当时就随便说了个数字。也是一种应对方法。其实我觉得不熟的人聊天气最好。哈哈，老套但是安全。而且要学会倾听别人说话。真的，不要打断别人。我最讨厌别人打断我说话了。我也是，感觉很不尊重人。还有，不要轻易评价别人的生活。比如别人的穿着打扮。对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。我妈经常说，管好你自己。这句话真的很有道理。我也觉得，少说多听。而且要真诚。真诚最重要了。我觉得夸奖别人也要真心实意。不要尬夸。尬夸真的太尴尬了。让人浑身不自在。对，还不如不说。说话真的是一门艺术。我们要慢慢学习，慢慢修炼。对，下次见面
我们分享心得。一言为定。那就这样吧。拜拜。对了，我还想问你一个问题。什么问题？你说，有些人说话特别官方。官方？怎么说？就是那种像念稿子一样，啊，我懂了。一点人情味都没有。对，感觉很疏远。我之前遇到一个客户就是这样，然后呢？我都不知道怎么跟他沟通，确实很困难。感觉他每个字都经过大脑精密计算。太累了。是啊。其实放松一点就好。做自己。你说的对。我觉得很多时候是太紧张了。怕说错话。对，放轻松。自然一点。我也尽量做到。慢慢来。对，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。说话也一样。哈哈，比喻真好。好了，不说了，我要去吃饭了。好，去吧去吧。你也早点休息。没问题。那就这样。就这样吧。拜拜。拜拜。下次聊。好嘞，下次见。下次见。拜。拜。真拜了。哈哈，真拜。